了勇闯自媒体，我真的是前前后后买了好多台设备呀。今天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些爱用设备们，它们有的呢是比较适合拍照的，有的是会比较适合拍视频的，希望可以给想要买相机的宝宝们做有效参考。首先介绍我的手机们，第一个是这个 iPhone X，我当时买它主要是为了它是可以拍出来水果手机它特有的网感图，拍出来的照片是有一种柔和感的，偶尔有的时候也会用它来拍视频，它后置的视频可以达到 4K 60帧，但是前置的视频只能拍到 1080P，所以还是会比较模糊的。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你拍照和拍视频的时候，你给它放大焦距，它的画面就会变得很模糊，所以我一般都是用1倍距去拍摄。第二个手机是这个 iPhone 6s P， 当初买它也就是为了想要拍出古早风格的照片，但是其实我当时是想买 iPhone 6s 的，但是商家给我发错成了 iPhone 6s P， 所以我就将错就错。不过它拍出来的效果和 iPhone 6s 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只不过从机型的外观来看的话， iPhone 6s 它是会比 iPhone 6s P 要小一些，抓握就会更方便。那像这些图片呢，都是这台手机拍的，它的效果也确实非常的古早，而且它的整个画面的颜色也相比于 X2 更加浓郁一些。我有时候也会用它来拍视频，它的画面效果也是跟它的照片一样，更加浓郁一些，画面整体的亮度也会更暗一些。它的缺点的话是跟 iPhone X2 一样，也都是放大画面之后呢，它就会比较糊，也都是只适合1倍焦距的时候去拍摄。那么第三个手机呢，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个 OPPO Find X8，这台手机呢是我日常用的主力机。相比于拍照片，我比较常用它来拍视频。它拍出来的画面是比较接近于大疆还有苹果的效果的，而且我非常喜欢它的后置摄像头的焦距。它有时候想要给它拉大画面去拍很远的物体，它的画面也依旧是比较清晰的。而且另外它的防抖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我平时使用的手机嘛，所以我有时候懒得拿相机出来的时候，就会把它用来直接拿出来拍视频，但是我比较少用它来拍照。但是其实它的拍照效果在安卓机里面也算是佼佼者了，只不过就我个人的审美而言，它拍出来的效果不是我太喜欢的，所以这也是因人而异了。反正我还是挺喜欢用这个手机拍风景照，对景照后置光雕自拍的。这就是我的相机们。第一台相机呢，就是我现在正在拍摄这个索尼 ZV-1，它也是属于大家都知道的网红机了。虽然它只是一个卡片机，但是它的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我已经买它有好几年了，但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把它给玩明白。它的内置参数还是挺多的，所以就需要一些耐心去调整出来你想要的效果。那当然，现在其实网上也有很多这台相机的参数分享。那这台相机呢，我是拍照和拍视频我都非常喜欢，它拍出来的感觉都是非常的通透，是可以堪比那些单反相机的。那这个相机的拍照方面的话，其实也有一个隐藏玩法，就是你可以在它的靴口外置一个闪光灯，就可以拍出 CCD 的感觉。但是目前这个相机对我来说有2个硬伤，一个是它的防抖效果不太好，所以在拍视频的时候就需要去保持稳定去移动，不然它出来的画面就会抖到让你怀疑人生。虽然它的相机内置也是有防抖效果的，但是它这个防抖效果是牺牲和裁剪了一些画面的，而且即使它裁剪了那么多画面，它的防抖效果还是不够好。另外一个硬伤呢，就是它的焦距不够长。比如说你想要拍一个远一点的物体，然后想要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构图，这台相机就是做不到。除非你自己后期去裁剪，那后期裁剪也会牺牲一些清晰度，所以每次到了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想拥有一个相机大炮。第二个相机是大疆 Pocket 3，当初买它是有2个理由的，第一个是它拍出来的画面是足够的清晰通透的，第二个理由是它的防抖效果是真的非常非常好，因为它自带云台嘛，所以你是一边走路一边去拍摄视频的话都是非常稳的。那我自己个人通过和这台相机磨合之后呢，我是比较常用来我出门旅游的时候自拍画面的视频都是用这台相机去拍的，因为它的镜头是有一些广角的，所以你去自拍的时候不仅能够拍出人物后面更多的画面，也可以把人拍得更显瘦一些。而且因为它的防抖效果嘛，所以你一边走路一边这么自拍说话都非常的稳。那我其实也是比较少用它来拍景色的，虽然它拍景色的画面是非常通透清晰的嘛，不过它也有一个硬伤，就是它的焦距只有2倍焦距，所以你也是想要去
拍一些特写景色的画面的话是做不到的，除非你人走到很近啊。那我偶尔也会用它去拍景色，就是说想要去拍一些全画面的视频的时候，就会用它去拍景色。那第3个相机呢，它其实相当于是一个 CCD， 就是我的一个专门用于拍照的机子，它也是可以拍视频的，但是它拍出来的视频画面非常的糊，所以是不太建议的。那它也是大名鼎鼎的佳能 G12的平替，我主页有很多的拍照笔记都是用它拍的。那这个相机它拍出来的画面就是属于一个颜色很浓郁，画面也很清透的一个感觉，因为它是自带闪光灯的，所以它拍出来的人物面部都是非常的清晰通透的。而且特别是因为这一点，它相比于其他的相机或者是手机拍出来的图就更好去修图了。那我的第4台相机呢是一个 DV， 这个 DV 的型号是索尼 PJ580， 不是主要用它来拍视频，它是属于偏高清一版的 DV， 但是不会影响到它的古早的感觉。我不仅仅喜欢它拍出来的画面，我还非常喜欢它的12倍的焦距，就是你想要怎么拍远处的风景就可以怎么拍，我特别爽。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 DV， 这个 DV 是后来买的，它相比于刚才的这个 DV 它是会更小巧一些。但是我比较少用它来拍视频的，它的效果的感觉，我觉得是有一点像iPhone 6s 的那个效果，是会比刚才那个更古早，颜色也会更浓郁一点，但不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 DV 感，所以我是近期没有怎么太用它。那我最后一个相机呢是这个影视 Go 3，但是我最近可能想要把它给出掉，因为我是想要有一台和佳能的这一个鱼眼相机是一样的一个效果的，但是我会以为它可以拍出这种效果，所以就买了它。可是呢，我买回来之后，那个画面我怎么调都调不出来我想要的效果，所以这个相机在买完之后基本上都是被我闲置的，所以最近我打算要把它出掉。不过听说他们家新出的 Go Ultra 效果不错，以后有机会可以试试。好啦，以上就是我分享的所有的设备，希望可以对想要选购相机的宝宝们有帮助。拜拜。因为素材拖到现在才剪辑，我已经把 Go 3S 卖掉了，然后没忍住买了佳能 Legra Mini。现在的这个鱼眼画面就是这个相机拍的，下一个 Vlog 也会用到这个相机，但是因为刚到手，除了画面是我喜欢了，它有个缺点是防抖效果不好，等我磨合一段时间后再和大家分享使用感受。就这样，拜。